警方的这介入的力度、广度跟它风控的时间长度来看的话呢，就应该不只是演艺圈，是对不对？就应该会进到政界。从力度、广度跟时间来说的话，那恐怕到副国级以上来，甚至要到正国级以上。从9月大概中下旬开始，你要封2个月，就封到11月嘛。是。那你刚刚讲说，如果要封那么长的话，一个可能就是要跨过4中全会。如果这件事会烧的话呢，那这些人呢，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我不说一定是他们，我是说可能性比较大的，的确是背后大有蹊跷。Surfshark VPN 上网自由，隐私更安心。现在上网可不只是看看网页而已，你的 IP 浏览记录其实可能被追踪哦，被骇客锁定，甚至个资外泄。而使用 Surfshark VPN 就很重要，能隐藏你的 IP， 加密连线，让你的个资更安全，上网更放心。它不只是保护你的隐私，还能突破地区的限制，支援 GPS 的变更。特别这是安卓系统的专属哦，超过3000台的伺服器遍布全球，一键可以转换你的 IP， 就能看到串流平台上各国限定的影集，网购比价也可能找到更优惠的价格，还有 Kill Switch 安全防护，就算连线中断也不怕资料外泄。一个账号呢还不限使用装置的数量，现在只要到 surfshark.com/free8888 4个8，或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free8888，就再送你额外4个月的使用期。平均下来呢，每个月比一杯咖啡还要便宜，而且操作简单。真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求助我们24小时的线上客服 Surfshark VPN， 让你更自由、更安全的上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那最近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在中国大陆呢，发生了一件非常这个震撼、也广为讨论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位知名的明星呢坠楼身亡。那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好像虽然很不幸，但是呢，后面呢却非常的这个令人怀疑。为什么呢？因为警方很快的就宣布了排除是刑案他杀的可能，而且呢，虽然网络质疑不断相关的视频也非常的多，但是这个采取了大规模的封网然后禁言的这些措施。很多人呢这个讨论这件事情账号随即被封那这个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呢，也都纷纷的这个闭嘴不言。感觉上来讲呢，这当然谁不幸过世呢，我想都是一件相当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党跟国家领导人像之前李克强这个过世一样，为什么会封控到这样的程度？我想这个除了当事人本身我们这个对他的这个不幸表示哀悼以外，是不是呢暗示着、隐藏着中国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暗流？这个暗流是不是正在逐渐的汹涌澎湃？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呢想要讨论的所以呢，我们当然还是请中共政治的最权威这个两岸问题的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件这个意外或者是讲这个不幸的这个事件后面呢可能隐含着什么样的这个重大的这个问题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呢今天请到老师来呢，首先呢就是这当然呢这个一位艺人呢这个不幸身亡不管理由是什么，那当然是很不幸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令人疑窦的是掩盖的非常彻底，然后呢采取了各种封网，而且是几乎全国性的封网那为什么这个一件事情呢要用到这么大的力量？我想是不是请老师呢跟我们解说一下？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如果说是一般的这艺人出事情的话，通常你就社会，你不要说炒作了就是社会的关注度一定很高嘛，对不对？你是像譬如说过去比较有名的这些港台的艺人他不管是意外也好，或者说这个自己走上绝路也好呢，大家都会很长时间关注他，譬如说得过什么奖啦，然后什么等等，就说他是不是得了忧郁症什么等等。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你说新闻圈，你说继续
关注的议题、讨论的议题很正常，是对不对？现在很奇怪，就是中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警方介入呢？那个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觉得介入的方式不寻常。以我们过去对这类事情的这些理解呢，我们不会看到说警方会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你刚刚讲说，不管他去封网也好啦，或者先从结案开始，结案啦、封网啦，然后再来去什么，甚至抓人啊，或者封账号啊、删帖啦。你说一般来说走到删帖已经很了不起了吧？你现在走到封账号，然后又禁止或是发言什么的，所以我从3个方面来看，我觉得问题比较奇怪。第一是这个警方介入的力度是很大，第二就是广度非常大，是。第三呢，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就是时间非常长，时间我们等会儿再说。一般来说，你如果照现在我们外面看到的新闻呢，好像直接涉及到就演艺圈的人嘛，是，就当天晚上一起吃饭的那些人啊，或者说可能不在这个饭桌上，不在宴会上，但在外面有关系人啊，那就是这类人。可是如果当然只是单纯演艺圈的人的话呢，警方没有必要做到这一步，是没有说必要做这一步，所以大家很自然就怀疑，这个网民不是现在网络上就怀疑几件事情吗？第一是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然后第二就是演艺圈是不是有潜规则，然后第三是不是有这个高阶的人士或者这些高层的这领导干部或者他家人涉入什么等等，所以这样就表示说，如果我们刚从警方的这介入的力度、广度跟他风控的时间长度来看的话呢，就应该不只是演艺圈，是对不对？就应该会进到政界。那你说政界通常跟着有关的，那你说直接就是管这个什么管文宣的嘛，是，对不对？你说中宣啊或什么等等，但是所以如果我还是回到刚刚几个指标哈，从力度、广度跟时间来说的话，那恐怕要到副国级以上来，甚至要到正国级以上，警方才有必要做到这么大。所以我是觉得说，就像我说，其实前1个多礼拜，我还不觉得是件什么事情，就是娱乐圈的事情，因为我倒不是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而是娱乐圈这种事情呢，在世界各国都有嘛，也都发生过，所以不会觉得特别奇怪。真正让我觉得奇怪，就是警方的这种力度、这种作为，跟后来那种封账号那种追杀的程度，让我觉得说事情可能真的比较不单纯。是，我想呢，首先呢，跟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解析哈。当然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哈，生命是无比宝贵的。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呢，我们都应该也都有办法解决，不要用这个自我了断的方式来解决困难。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当然呢，如果单纯的一个自杀的事件，当然非常不幸，何必封成这样？对，因为我想这是一个所有的人海内外的这个朋友们呢，都觉得非常令人这个不能相信。而单纯的当事人这个觉得想不开自杀，何必不让大家讨论呢？当然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事情，但是以中共过去的做法，他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利用宣传口这个教育口呢，就是开展这个宣导说生命宝贵希望大家不要这个结束生命这一点，这个他们以前也做过嘛，而且正常社会应该都是如此嘛那如果说呢真的是这个死因有可疑遭人谋害，那这个在中国大陆呢，这个名人被人谋害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也无需封网封成这样。那我们也会看到宣传口这些新闻口呢，就会强调，这个公安的这个努力办案，然后希望社会大众不要揣测然后如何，甚至很快就有嫌疑犯出现显示着这个政府的治理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因为任何社会当然都有可能发生名人遇害的事情嘛，所以这也很 OK。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规模的风控不能谈，这就非常奇怪了。而且风控在中国大陆当然技术上不是难点，可是呢，你要到这么层级、这么长久的风控，显然也不是省级的
还是这种单纯的这种宣传办网信办的人就能做到一定是相当高层级的人才有这种实力封控那么久。那这当然就让我们想到了最近呢，中国大陆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政治上的这个日程要被拉上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能够谈敏感事情，不要说是过去政治的像什么6·4之类的，连这样的社会案件都不能谈。那目前看来，93阅兵也过了嘛，好，那还是不能谈。那让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即将召开的4中全会这绝对在中国大陆是件大事嘛。那会不会呢？这个风控呢是跟4中全会有关呢？这个是不是请老师给我们也解释一下？我们就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了。所以回到你刚刚讲说那个风控这是我们看到风控它为什么说规模这么大呢？他们自己出来讲，就微博出来讲说，一下我就删了这个几十万条相关的这发言，然后封掉了那个什么账号什么等等的，好像说还什么停用什么一千来个，然后最后停掉了什么账户什么等等，是1万多个。是，那你这个事情有大到这种地步吗？所以刚才你讲那个，我们说力度、广度跟时间呢，那你刚刚讲的时间点呢？力度和广度已经起人疑窦了。是，那你要再加上时间的话，那为什么2个月？所以我们算一算，就你从9月大概中下旬开始，你要封2个月，就封到11月嘛。是。那你刚刚讲说，如果要封那么长的话，一个可能就是要跨过4中全会。4中全会按照中共官方说法，就是10月会开。是。那一般来说，通常是中旬到下旬了。那这次有没有变，我们还不知道。那反正大概差不多这个时段，也就是封2位的话，就是跨过4中全会。好，那现在就要推演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完全推演为什么要避开4中？你照理说这事情，那就社会治安嘛，社会治安你就谈下去好了。要避开4中，就是牵涉到4中的议程或人事。是。那这个事件大概不会牵涉到一般什么经济建设或党的建设了，不会牵涉问题。那唯一有可能就牵涉到人事问题。那所谓人事问题，就是大家都说现在是这个习近平在清理底下的人呢什么的，不需要避开这个，是不需要避开这个。那唯一要避开的就是什么？夺嫡，也就是争夺后面的这个安排，就是譬如说习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不能这个掌握政权了。然后大家或健康或什么，然后出问题了，所以大家开始事先安排。那么也就是，他底下的那一批人，或这样讲，他底下的那1层或那2层人，其中的当然不是人人呢，有兴趣的人，那开始做这些安排了。然后这件事情呢，刚好或者牵涉到某人或某人的家人或某人的子侄辈，或甚至说牵涉到子女辈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他个人甚至可能有什么断袖之癖什么的牵到这个本人了，那就更大一点点，然后拿这个事情来借题发挥。这类事情，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党史当中呢，因为争夺这个将来继承权呢，或者争夺高位这种事情呢，不是没有过。胡耀邦、赵紫阳那时候上上下下都牵动过好几个人嘛。譬如说吧，那时候大家有印象吧？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本来不是呼声很高吗？就后来啪一下丢出来一大堆这个贪污多少啦，然后又什么跟什么女青年有不正当关系多少啦，然后有多少什么外国护照啦，有多少什么这个无定期的这种全国通用机票，然后可以逃到外国去了什么，然后一下就搞出一大堆东西出来。前面呼声甚高，啪一下后面就进了这秦城监狱，为什么？因为卷进了夺嫡之争。好，那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这个赵紫阳在6·4事件前后会下台，那跟李鹏、陈希同的这个动作大有关系啊。是，他们跑去讲这个事，讲那事，就讲到这个邓小平心里觉得说有问题有鬼了，然后事情就闹大了。赵紫阳自己讲过，那个4·26社论，原来我就知道的，然后后来完了之后呢，我在北韩之后，他们发东西给我看，看完之后呢也都没有问题，就没想到你们要发的时候呢，突然改了一句话
啊，什么有计划的什么什么事件什么的，那就出问题了。所以可能事件本身呢并不很大，但是呢，因为牵涉到某些人，又刚好牵涉到这个尴尬的或敏感的时间点，所以这些问题就爆起来了。否则你很难想象，就是一个有名的男演员，那出了意外，然后过世了，那不管是怎么样，那怎么会这么快就警方就说不牵涉任何刑事案件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就只有牵涉到政治的这种斗争呢，或这种高层夺位之争呢，才比较有的可能。当然，我们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叫做 educated guess 嘛，也就是说，在熟悉中共政治发展的情况下呢，我们做了一些判断，只能是这么说。是，我想啊，这个刚才老师很精辟的给我们指出了，就是说，这次呢，这个过世的是知名男演员，那当然目前宣布他的理由是自杀，但是呢，自杀当然不好，生命宝贵，不过也不至于说全社会都不能讨论，对，这太奇怪了，对，这个大可以说这个自杀是不对的我们怎么样开展生命教育？因为中国大陆每年也不是没有人自杀嘛，是对不对？所以利用这个时候呢，这个宣传口、这个教育口切入这个强调生命宝贵，这照理说应该这样。那居然是连自杀都不能讨论，那显然呢，这中间就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而且呢，他本人呢，并不是这个特别什么党政要人，或者是党政要人的孩子如果是这种，那当然不能讨论了。但是也不是。那换句话说呢，就可能是牵扯到那可能更严重。而且呢，他是一位男性嘛，所以呢，也不至于说什么怀着谁的孩子啦所以这也不会吧。所以这中间呢，说不定牵扯到的呢，是更加暗黑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就讲过了，在中国大陆呢，封网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你要能够有这么大规模的封网，还是要这么长时间的封网，那显然呢，能够拍板决定的人层级绝对非同小可，因为他们也知道一封网一定大家更讨论嘛。这个不是非封不可不会封到这么彻底。那刚才老师又跟我们提到，我们也判断到一件事情，就是四中全会。那老实说，中国共产党9000万党员了，但是真的四中全会直接影响到个人利害的大概也不会太多了。不会说9000万党员都被影响，我想大概不至于。政治局委员呢24人，那这中间呢，其实也不是人人都有下届常委的希望了。就像中国古代这个军机大臣有首辅，但是有人就打连子军机然后省部级的一把手也未必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这四中全会真正会涉及的、会关切到的呢，其实也只是党内精英又精英、高层又高层的少数人我想这点这个大家对中共的党政有了解的话，应该多多少少都可以知道。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再进一步推演，就是如果呢这件事情跟四中全会有关，跟高层人士有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可能跟谁有点关系。当然，这我们都是一种推演。不过呢，我必须在这边要指出，就是中共当局呢，还有中国大陆呢，它就是一个不民主、不自由、法治缺漏的社会。所以你当然无法阻止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有这么多的推演。如果是一个这个公平、法治、民主的国家，就依法办理，对不对？也不会说一个党内的高层会议会这么的神秘，这么多年来这些政治的斗争存在的这么多这些不可告人的这些事情所以我想还是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如果呢这跟中共的高层有关的话，谁这些跟这些事情有可能有所牵连？我先谈一个那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常常有人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过度解读了？你们是不是过度敏感了？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当然有的时候是，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因为中共的这个政治太不透明了，然后资讯太封闭了，所以大家可能会东猜西猜。我们的东猜西猜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呢？你等到事过境迁之后，你看见相关人的回忆录什么等等，你发现中有很多细节超过我们想象。是，你去读像那个林彪四人帮，林彪手底下那几个大将，有人写过回忆录的是，你把那回忆录读看看，你发现说原来事情比我想象中复杂的多了，不是那么回事的。
你去读读有关四人帮、有关华国锋的故事看看，不是这样子啊。再譬如说，新华社的前资深记者，好像也做过副社长的杨继绳，写过《斗争年代》，是，他就写回胡耀邦造反的时候，去改革开放的时候，里面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特别谈了什么呢？左右的斗争啊，改革派跟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啊，然后那些保守派怎么样要去斗胡赵两个人，然后怎么去切割他们，怎么制造矛盾，然后怎么样去找各种题目去斗胡耀邦。而那些东西呢，在新闻上有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是你看不见的。你看见什么呢？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啦，反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啊？你看见这些东西，你知道清除精神污染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背后是要斗胡耀邦吗？你不知道的。老百姓就说我们要清除精神污染，我们要反自由化，反什么的。其实党内高层借着这题目这边大斗特斗。那前面在做华国锋时候不是讲说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你觉得是在检验真理吗？不是，在政治表态。为什么话讲出来之后，看各省委书记，你是讲说这句话呢，还讲说什么毛主席讲的话，我们都一字不错的去照样实行两个凡是什么等等。你是讲两个凡是，还讲时间检验真理？所以不但去检查每一个省的省委书记你是不是公开表态了，还检查什么各大军区司令员呢？是，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以为说你们过度诠释了，没有，有的时候中共的这个内幕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糟糕。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刚刚说把方法论交代完之后呢，我们要讲的东西要晓得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你刚一跳就跳到政治局，其实我现在只能跳了2层，我先跳1层，是政治局常委这一层。是，当然了，常委包含在政治局里头，不过我先谈常委这一层。常委席本身不会卷在里头了哈。是，那第一个李强嘛，第二赵乐际嘛，第三王沪宁嘛，第四蔡奇嘛，第五丁薛祥嘛，第六李希嘛。坦白说，如果说这些人自己直接或家人或子女或什么等等卷入，然后呢引发这个争斗，那有可能，也就是彼此之间觉得说他有可能上去然后他可能会不跟我站在一边，所以我要去整他。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最可能被斗的呢，前一阵我们讲的谁？丁薛祥嘛，是对。为什么丁薛祥最可能被斗？他年纪最轻，然后看起来他最有可能接班，因为虽然说习近平暂时停掉了什么7上8下这个规矩，但是这东西多少是一个隐形的杠在那儿，大家总是觉得说原来是有这么个规矩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都不能上去了，那只有这几个人能上，所以这几个人呢，那先打下来，打完之后呢，咱们就照这个习大大定的规矩呢，不要7上8下，那我就再干下去。所以这样讲的话，其他人都有可能出手的，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那丁薛祥认为说我有可能上去，但是谁可能打我，所以我要先打他们，这第二种可能性。好，那么也就是在常委这6个人当中呢，就剩下常委6个人当中呢，我好像都不能排除，也就是我都有一些合理的怀疑在。那你刚刚往下讲说政治局这一层，政治局这一层呢，如果说你要我来看的话呢，现在看起来他有几个人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是史泰峰，原来他比较边缘，他是统战部，结果前2个月突然间啪跟李干杰对调，然后跑到组织部来了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是很大的事儿。第一，这种事儿我们过去没看过；第二呢，让他到这儿来呢，他就掌握了后面干部上来的这个几乎可以说是生杀大权。那么也就是将来的梯队很多呢，经过他手上来，他们就变，他如果上去了，这人变天子门生，所以这个位置很重要。好，那史泰峰，再来谁呢？李干杰，为什么呢？他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调到一个边缘位上去了，他是不是想翻本想回来？这第2个人。第3个呢？李书磊，李书磊是中宣部长，看起来是没什么关系了，但是理论上因为中组中宣2个都很大，所以你不能排除他。那其他比如像陈文清是那你国安单位的和国安系统的，还有一个呢，我应该讲，但是大家就讲了很多的张幼霞
是这个不用说，不用我多琢磨了。再来就是不在这里头，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的呢。王小红是王小红，所以你刚刚说有谁有可能呢？如果说我从名单上这样走，跟他现在的职务、跟他分工、跟他能够掌握的这些权利来说呢，如果这件事会烧的话呢，那这些人呢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我不说一定是他们，我是说可能性比较大的。也就是按照中共的内斗规矩或内斗的这个规则来说呢，这些人的机会呢是比较大的。不过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因为资讯有限的关系，我们只能做这种判断。万一真的杀出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人的话，那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像那个时候，你说文革搞到后头了，然后大家都看着说，哎，毛主席可能不太行了，他安排接班人了。那时候有多少人会想到会把华国锋拉上来？是不是这样？华国锋噼里啪啦一下干到副总理了，啪就上去了，大家真的没想到的。然后你说王洪文噼里啪啦一下从一个国民17厂的干部，最后拉到中央，最后又干到国家干到这个党的副主席了，仅次于毛泽东了，大家也想象不到。所以如果说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也不用觉得太奇怪。是，我想呢，这个中共内部呢，当然这个权力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什么事情就是政治挂帅啊，所以任何事情啊，只要牵扯到政治啊，这中间恐怕水都是非常深。那目前这件事情看来呢，当然我们看就是有人这个不幸轻生了，但是总的来看，这个风控的这种广度跟力度哈，实在不像是一个单纯的，纵使是一个名人的一个这个自杀的案件哈，所需要去这么做的。对，那我想这是一定的。所以呢，这中间可能涉及的各式各样的这种状况哦，一定是要有高层或者是有高层的力量才有办法达成这么大规模的风控。那中共呢靠宣传起家，老实说也知道风控必然惹人议论，但是呢，很明显的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嘛，这个宁可遭人议论遭人猜测，也不能让这个真相继续往前。那当然就一定是这个没有政治的力量。如果单纯只是治安事件演艺圈的事件，哪有人有这么大的实力可以一手遮天到这种程度？他也没有必要做到这么大，也没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对那这个反正只要这个不是直接明显的有什么重要的人物是现行犯，给大家众目睽睽他有很多别的宣传手段去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但是呢，讨论了那么久，这么的隐晦，这么的敏感那当然就让大家觉得这中间事情可能不单纯了。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几位这个中共的重要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这高干老实说呢，当然他们能够做到那个位置，各有他们自己的条件跟这个能力了。但是现在来讲，因为习近平自己3连任现在给我可能4连任，打破了很多的规矩。所以打破了规矩之后呢，接下来大家的进退就可能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容易，或者是相对来讲比较有一些制度那这中间或者说可预测性对所以我想这些当然这些恐怕都是中共自己要去面对的。实际上这个与其担心说你海外是不是有人在讨论是不是被人议论我相信政治局的这些常委们，让这些委员们更担心的是谁该下不想下，然后呢谁应该上可是上不了我认为他们心里面一定最重要最关切的就是这种事情是所以任何事情呢都要服从于这个目的。我相信这样判断呢，就方法论来讲应该是不过分，应该是这样。好，那所以呢，我想这个谢老师肯定，那接下来呢这件事情后续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请老师给我们解说一下？我现在这样想一下就是如果牵涉到政治斗争的话呢，大概有4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人想把事情做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被压下来了。譬如说毛泽东最初想发动文革，但是呢他有过几次努力，后来被压了。第一个是党内通过了文革16条，然后推了半天呢，最后被刘少奇、邓小平接过去，然后用比较冷淡的方式呢，用工作组的方式把它解决掉了。所以这第一次呢毛泽东发动这个文革呢，这金军号呢响而不亮。那再一次是他让聂文子去贴到大字报，
那个稍微有点效果了，但是好像效果也不大。但真正闹起来呢，是红卫兵上天安门之后的事情，那个事情才真正闹起来。那前面搞四清运动也是一个预备啊，也没成功啊。所以不是说大家因为陷入了内斗，然后就开始九龙夺嫡的招数，这个怪招迭起就一定会成功，那未必会成功。所以第一可能就是真的被压下来了。第二就是烧大了。那怎么烧大了呢？因为这件事情烧得还不够好，那我再加把火，再烧另外一件事情，跟这可能有关，可能无关。是，但弄下去之后呢，对方看见了，他也还手了，他也丢一件事情出来。比如说吧，我们回想一下，汪洋跟张高丽接班手呢，都被丢过案子出来啊。是，张高丽被丢过天津动车事件呢，对不对？李克强都被丢过事件出来，那最后呢也平安无事，也都过去了。所以那一定有压下来。第二种就是丢了之后呢，烧大了。为什么呢？刚刚讲说为什么张高丽、汪洋或李克强后来都没事呢？因为只要上面有人力保，那就没有问题。或者说上面觉得这件事情呢，虽然有瑕疵，但是压得住，那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双方交火交手越打越凶，越打越凶，那就打下去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不是打下去了吗？是。邓小平为什么打下去呢？四人帮引火烧他嘛，是把他烧到了，所以那时候就报告说邓小平在背后什么的那最后就打下去了。也就是这样会烧大，那会成功。那烧大成功，就是那你也丢我也丢，你也丢我也丢，所以事情就越闹越大。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可怕。当然，我还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也丢我也丢，你也丢我也丢，但打成平手。有可能打成平手，就是大家都焦头烂额。但是大家看见，如果照这个规模，照这种力度再打下去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大家都讨不了好。那咱们停手，所以就不一定要握手言和，但至少叫暂时休兵。那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暂时休兵并不表示说不会有后续动作，而是说我喘口气，再看有什么招数出来。当然，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大斗特斗，那个就是。那就不得了了，那个就会是连环，所以当然过去大家现在在大陆内部看不到了，我们在海外的时候呢，会这么多年来呢，常常会看到一些什么政治小说啦，或什么这个政治推理小说之类的，就写过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又发生什么冲突之后呢，然后天安门前面聚集什么事情。然后呢，传出来说某政治局委员跑去献花了，那事情就大了，对不对？那如果说都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大家是新闻慢慢也播报了，那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讲是意思就是，我们倒不是说想要淡化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告诉各位，中共的政治斗争呢，它的这个底线呢，常常低于我们的想象。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一党专政不好，民主政治比较好？不管怎么说，民主政治呢可预测性比较高，而一党专政呢可预测性比较低，而一党专政当中的这个中共政权呢可预测性可能再低一点点，所以杀全家啦，然后这个大家三叉戟逃亡啦什么会下毒酒这些都完全可以想象，或者甚至说编毛主席选举这个第5卷呢请来谈一下，那么就4个人就全都抓了。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乱度比较大，不可预测性比较高。那我们从于朦胧案谈到这样的，是因为觉得说，的确太不正常，的确是背后大有蹊跷，我们才会做出这么多推论。当然，这些推论呢，我们也不能说到底它会怎么走，现在只能有待时间的验证。大概第一个验证时间点呢，就是10月份的4中全会，看看4中全会前后呢，发生不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再往下推演呢，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是，我想呢，这件事情呢，总结起来就是，这个人过世呢，基本不出3个理由嘛。第一个就是自然死亡，或者是发生车祸这些意外，那当然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啦。顶多就是制度的这个缺失就医的缺失等等。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自杀了。那自杀的话，当然唯一能被讨论就是谁逼他自杀。但是呢，那个讨论的力度毕竟稍微还是小一点。
因为呢，如果恶劣的工作环境、恶劣的领导这些，导致他想不开自杀，这毕竟可能没有直接的刑事责任啊，更不会牵扯到这个极高层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老实讲，风控成这样就没有什么道理了。对那第三种当然就是他杀了，被人谋害。那被人谋害，目前定性上来讲就不是被人谋害嘛。那这就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真的不是被人谋害但是如果真的不是被人谋害，是这就前面两个理由，那又何必风控呢？对，那如果是被人谋害，那很明显的是公安根本扛不住嘛，因为这个案子是不能破的，因为被人谋害，社会大众一定质疑谁干的，要不要破案？什么时候破案？为什么要干？对，那这种东西，这个以中国大陆的这个风控来讲对社会控制严密来讲，真要破案，可能也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呢，就这案不能破这就一定是社会大众想，为什么不能破这个是不是破了会出更大的事情那这中间当然水就会很深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像刚才老师跟我们提的，社会不民主、不公正于是呢，像这种人的这种生命安全这种权益呢，就没有办法在你遇到困难、遇到压迫的时候得到保障，而且呢，更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所以导致你的案子不能被公正处理，因为涉及政治斗争。我想这个从中共以往的历史公布出来的案子，连那个刘少奇也是什么因病死亡，最后证明他其实也是被迫害致死嘛。对的，他的这个身份都会被迫害致死，那更何况其他的人呢？我想李克强呢？对不对？李克强呢？他的过世，大不是也觉得是疑窦重重嘛？是，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呢，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当然我们会持续关注。但总的来看呢，我们还是认为呢，一个民主、自由这个公平的社会呢，才能保障每一个人从上到下这种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背景的这种真正的生命的尊严、安全跟自由。我想这个总结是的，暂时的总结，应该老师应该能够同意了也想，我想呢，接着这个中国大陆的社会或者是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说老实话，可能都不意外那我们呢也就持续的保持关注，也希望呢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能够理解我们节目呢常年的在呼吁这个民主化自由的重要性不是说单纯的就是这个什么西方势力的作用啦，还是单纯的站在什么反共的立场，而是这对每一个人就算你是共产党自己老实说，这个对你来讲也是一种保障。所以最后呢，我想对于这个不幸身故的于朦胧呢说几句话，也就是当然他应该是背了很大的冤屈，我们从各种迹象看呢，应该是这样子。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不幸呢，我们觉得说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是一件很值得哀悼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事情当中汲取教训呢。真的不要随便走上这条路，这个对自己呢，对家人总是不好的。我们也希望，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所探讨这个问题呢，不是要把这事情呢，把它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只是想说，经过我们探讨之后，希望将来呢，不要再有这种事情的发生，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初衷。如果说能够借这件事情呢，帮于朦胧先生得到一些伸冤的机会的话呢，那我想也算是尽了一点力了。所以希望全球的粉丝们呢，就是于先生粉丝们呢，大家收起悲伤，我们大家来寻找真相吧。是，我想这个人呢，总是这个希望能够公平自由的生活的，但是如果遭到不幸呢，总是希望能够这个还他清白，对然后能够让这些真正做坏事的人呢得到制裁。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闵居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今天就先进行到这边欢迎给我们批评指教，然后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是老师后面的总结是对的这个像这些人老实讲，我觉得像于朦胧他在中国社会也算大款了啦。对呀，也已经是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那种权的地位也好，或者是各方面的人脉，跟一般人也是差距很大。连这样的人都对不对？都保不住性命，不管是你是被逼成自杀，还是被人家杀害，总是一件坏事。那其他一般的小老百姓，那根本不是你如果自杀的话，当然警方的说法是他们现在能找到最无懈可击的理由
这个饮酒坠楼、饮酒过量坠楼或酒醉坠楼，这能够最好讲。因为你如果是自杀的话，他为什么当这么多人面自杀？是。那如果当这么多人面自杀的话，那这个自杀跟那些人一定有关系嘛？是，对不对？否则不需要当这些人面自杀嘛。那表示说我自杀以明志嘛。那如果说那个小区那个人出来讲说，我们这个窗户的设计什么的设计，也不是说你想跳楼就跳楼的，那问题就更大了，是不是？那就不是单纯一个说自杀的问题了。所以中间疑点还是很多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怀疑。我想这个粉丝们，因为他找了各种证据出来。我也看了警方就朝阳公安局给的他那个疑点说明，完全不能解释问题，大家会觉得有更大的疑点在里头。是，我想，而且民主国家不管怎么样，你说，一般的民间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深入追踪啊，制作一些什么影片啊、纪录片啊、纪念专辑啦啊，然后社会公开来讨论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是他自杀，那为什么逼到他自杀？演艺圈的不公啊，这些像韩国的艺人也有自杀的，那他们就可以讨论说，这个演艺圈很黑暗啦，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正常社会都这样，但是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能谈。他现在是铺天盖地的去把它盖起来，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事情啊。那如果是民主国家社会的话，那当然也不能说民主国家就一定没有坏人、没有坏事，但是至少可以讨论。可以追踪，第一可以讨论，可以什么？而且有监督，因为这个人反对党就可以拿出来谈，或者说这个社会舆论就会拿出来谈，然后有一些关切人就会谈，然后粉丝团就组成说寻求正义真相团什么之类的，他就会来追踪这个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当中，在一个开放社会当中呢，这些是可讨论的，然后你们有发声的空间。是。现在把发声空间掩盖成这个样子呢，所以才觉得说背后实在是有很大问题。还是我刚刚那句话，就是看看四中全会怎么开，看这前后有没有什么新闻出来。而且我认为，真的民主国家也不存在一个人，这种是总统或首相可以只手遮天到让全国人都不能讨论这件事情好几个月。我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怎么样都不可能。就或许小范围的他利用他的力量可以掩盖或消灭某些证据，但是你说他还可以带风向，但是全国的人都谈都不能谈，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可怕。我觉得这现在来讲，就可能不是说于朦胧的事情大家不谈或许就算了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事不关己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样的社会，老实讲，将来再发生一个像什么 COVID-19 这种事情，一定也是不能谈。那最后结果就是生灵涂炭的嘛。白纸革命不是这样出来的吗？对，白纸革命是因为新疆的时候一个公寓失火，然后因为你封控，所以他不能出来说烧死人，大家为他这个申冤。那我举个白纸也被镇压。那举个白纸，你觉得这是颜色革命？也就是说，中共政权呢，他对自己的那种不安全感呢，已经强烈到什么地步？所以任何事情呢，都会变成说野火燎原。所以我才觉得说，失去民心才是最可怕的问题。是，就像这个93阅兵，哇，规模这么盛大，但是好像我看他讨论的，好像还没有这个案子来的热烈嘛。那绝对没有。对，因为带风向的很多，是，然后个别的军事迷或看到这个看到那个，觉得热血沸腾，这都合理都正常。那问题是现在这个大家觉得是关切，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政治局常委在那个上面，心里面应该在想说，人心丢了。这个光有下面这么多装备，这么多武力，又有什么用？很多国家不也曾经有很多装备、很多武力吗？就你说人心丢了之后，老百姓蜂拥而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没有用了。你看尼泊尔，甚至是中国自己，比如说辛亥革命一开始，武昌这些人起来，然后各省宣布独立，那后来清廷反攻，其实是一开始是胜的，他们把汉口拿回去，有效的，但是有效，对啊，他知道人心已变，对。不然纯粹比武力老讲，革命民军还是那些民军革命军还是打不过清廷嘛，打不过。你这袁世凯派2个人过去就解决了嘛，是不是？更何况现在，但是民心一变，对不对？苏联不也是嘛，对不对？这个武力那么强，对核武那么多，坦克还到了红场呢，是对不对？好，谢谢老师，我想哪里真的是这个案子，彼此，这个其实就真的就是最广泛的。我们反应一模一样。